嗨，大家好，我是小鹏。最近 Apple 发布了 AirPods Pro 3代，很多朋友就问我手上的 Pro 2还好好的，要不要升级呢？同样作为 Pro 2的用户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它们之间有哪些差异化，是否值得咱们升级。好，我们先来看看外观。Pro 3代还是熟悉的造型但细节上有一点小变化。根据 Apple 提供的一个信息，新款 AirPods Pro 3更加的窄。更厚一点，并且引入了全新的泡沫材质的耳塞，新增了一个加小的尺寸，增加到5种规格，这样在耳道密封、降噪被动隔音方面有所提升。重新设计的机身使得重心往外部中心去靠近，这样一来，佩戴的稳定性更强，对跑步剧烈运动这类情况会更加的友好。我跑步的时候2代偶尔会有点松，3代虽然改进了佩戴舒适性与密封性，但如果你耳型与 Pro 2很合适，或者你主要是听音乐、日常通勤使用，那么这些调整的感觉可能不算是颠覆性的。在防护等级上，Pro 2代是 IP54 等级 ，Pro 3升级到了 IP57， 也就是说 AirPods Pro 3代对汗水、水滴、短时的进水的抗性会更强，更适合户外或者是雨中使用。不过这次处理器 AirPods Pro 3依旧使用的是和 Pro 2代相同的 H2 芯片，但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3代把 H2 芯片移到了下方的这个耳柄处，在日常使用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差异的。新款的降噪，苹果声称比上一代 Pro 2会高出最高2倍的这个效果Apple 表示 Pro 3是目前入耳式无线耳机里世界最佳的一个主动降噪。这个提升部分归功于混合材料耳塞和更先进的一个声学架构。Pro 3在低频的表现上被描述为更强，贝斯更有力，同时声场更宽，自适应均衡器加上新的声学架构，让高频人声细节更清晰。AirPods Pro 2虽然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但在宽度、空间感和细节分离方面会略微落后。AirPods Pro 3在通透模式下提高了自然感，自己的声音和对话者声音会更真实、更自然。而 AirPods 2代的通透模式其实已经不错了可以自适应调节。不过这个部分苹果吹的还是不错听上去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手是否如此呢？或者这样说，听感这个东西个人差异体感是非常大的，所以目前来看实际提升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AirPods Pro 3是第一代内置心率传感器的 AirPods， 通过红外光监测血流，从而测得心率，能够追踪约50种不同的运动类型，无需你佩戴 Apple Watch。当然，如果你已经是 Apple Watch 用户了，另外再搭配 AirPods Pro 3后这监测的数据会更加的准确。这次也有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功能，就是 Live Translation 实时的翻译功能。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面对面对话时，可以自动的去翻译用户与对方的语言。不过我们 AirPods 2代也能够通过 OTA 的一个更新来获得此功能，但实时翻译等功能可能在某些国家地区的语言尚未及时支持而且还需要搭配 iPhone 加上 iOS 最新的一个系统，包括 Apple Intelligence。老款更新后也支持，这方面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异化。好，我们来看一看续航。单次使用时间上 ，AirPods Pro 2在开启主动降噪模式下，大约可以听6个小时左右。而 Pro 3代提升到了约8个小时，这就差不多是33%的一个提升加上充电盒的总续航，虽然 Pro 3在耳机本体使用时间提升明显，但充电盒加起来的总续航在 ANC 也就是主动降噪模式下并没有比 Pro 2代高很多，或者说差异并不是很明显。苹果官网的信息显示 AirPods Pro 2代的听歌加充电盒的组合可达约30个小时，耳机本体续航提升，但盒子在总续航与旧款差别可能在日常使用中的满电加上一个备用次数上并不会有一个翻倍的效果。好，我们来看看价格。 AirPods Pro 3在价格上也与 Pro 2的初始价格是相当的，1899元如果你已经有了 Pro 2，在日常使用中觉得 ANC 音质续航已经够好，升级的边际效益其实是不大的。好，那么
究竟值不值得升级呢？是这样，如果你是以下这些用户，那么 AirPods Pro 3会很有吸引力。第一个，如果你是新用户，我的建议是 Pro 非常的好，你直接买没错的。如果你已经有了2代的旧款，常在嘈杂环境中听歌、通勤，又想要更强的降噪效果，经常运动、跑步、健身，想要耳机也能追踪心率、抗汗水、防雨、防尘更好的效果，或者是觉得 AirPods Pro 2在某些场景下，比如耳塞不太贴合、防水不够好、音质还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话呢，那么升级到新款也是 OK 的。反过来，如果你 AirPods Pro 2用的很好了，觉得降噪、音质、续航已经满足你的日常需求，而且你也不太在意心率监测，或者和我一样已经有的 Apple Watch 去监测我的健康，那么暂时不升级也是可以省下这笔钱的。我自己这次呢就不打算升级了，那些提升对我感知不强。好了，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呢。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加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有没有在2个型号间徘徊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看重哪项功能。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